价值100万的保时捷911出了大事故过后，被康纳花了3万多美刀买了下来。起初这台车在网络上出现时，就受到了很多车友的关注，因为这台车仅仅是右侧车身损坏，其余的车身基本完好，而车子内部也只有2个气囊爆开，剩余内饰就和新的一样。最难得是这台车子里程少，几十年来基本就没怎么开过，只跑了3万多英里，这让一直关注的康纳看到了商机，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将其竞拍下来。可竞拍时却发现，虽然之前关注的人颇多，但竞拍的却没有几个，让康纳以33500美金轻松的拿了下来。竞拍完的康纳感觉就像做梦一样，本以为怎么也得4万美金才能竞拍到，现在这个价格让他开心的一晚上都没睡着，直到第2天车子送来时还在激动当中。此时的康纳能近距离的看到车子损坏的情况，除了车子外表非常脏以外，整体情况基本和网上的描述一致。现在康纳要将车子开到车库内，对其进行拆解并评估损坏情况，可没想到第1次启动就没有成功，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此时的康纳并没有慌张，他认为应该是车子电瓶没有电造成的，于是康纳就拿来了移动电源，将其链接到车上后，车子就启动成功了。正所谓他大爷还是他大爷，多年的经验让其练就了处事不惊的本身。现在康纳要先给车子做一个大清洗，这样不仅看着也顺眼，更能看到车子隐藏的损伤。等车子被康纳清洗了一番后，他就将车子开到了车库内，用千斤顶将车子升了起来。康纳的第一步就是先将引擎盖拆下来，这是车子损坏严重的其中一部分。接着就是前面的大灯和前面的保险杠，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车子的损伤还是比较严重的，不仅行李舱被撞弯曲了，前面的保险杠都有撞裂的痕迹，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到底会怎样。现在只有按部就班的进行拆解，将损坏的部件都拿掉，才能看到里面的具体损坏情况。这里除了前杠和右侧内部结构件有轻微的弯曲外，其余的部分看着都挺好，甚至康纳将右侧的翼子板拿下来后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这让康纳彻底的放下了心来，看来这次要大赚上一笔了。接着康纳就来到了车内，准备将里面损坏的安全气囊拆解下来。这时康纳想到前几年修复 GT3时替换下了一套好的安全气囊和方向盘，这样正好拿来替换也能省去一部分费用，而下面的气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不仅的去购买新的，拆卸起来也十分的费时。康纳这200多斤的身材，爬在车里拆卸了1个多小时，才将损坏的安全气囊拆解下来，累得康纳出了一身的汗。不过这样的工作还是刚刚开始，里面的安全带还没有拆卸下来。一般像出了事故的车，里面的安全带都是需要进行维修的，这一步对于别人来说都很简单，但对于康纳的这个高大身材来说，在里面工作是非常的憋屈的。仔细看手臂上都还有着汗珠，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靠出力生活的人有几个是容易的呢？等康纳将车内的安全带都拆解下来后，之前订购的零件也都到货了，这次不仅有更换了颜色的安全带，还有一个全新的方向盘和转向系统。这时车内的需要更换的零件基本都到了，康纳只需要将其安装到上面就可以了，都是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。除了在车内康纳有些憋屈外，工作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，拿扫描仪进行扫描也没有发生意外。现在康纳只需要将车内的饰板复原，就可以完成车内的修复工作了。完成后的康纳还不忘了给车内清洗了一番，看着车内清洗过后如同新车一样，康纳内心是十分开心的，因为这在售车时还是很加分的。接着康纳就该处理车外的钣金了，这次修复的钣金并不是很多，只有行李舱前面和右侧部分。康纳为其也购买了需要更换的板面，不过在更换之前，康纳的将周围的碍事的零件都拆掉，这要比在车内工作舒服了很多，不用被空间狭小而烦恼，工作起来速度也快了很多。仅只用了1个多小时，就将周围的部件拆解一空。这时康纳就可以处理钣金了，他先拿着打磨机打磨掉上面的锚点，然后再对其进行加热，就这样反复进行几次，才能一点点的将其拆解下来。接着就是右侧的面板，这部分的拆解工作就简单了很多，只要一边用火烤再用工具将其矫正，将其拆卸下来就可以了。现在只剩下行李舱前端的面板了，这部分的先用锤子将其敲击平整，然后去掉表面上的油漆，这样就能找到之前焊接过的锚点。拆卸过程和之前的拆解一样，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，尤其是康纳这么强壮的身材，也起到了相对好的作用。这时康纳又收到了一个包裹，里面装着一套全新的保险杠，上面还有许多的零件需要康纳来安装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处理它的时候，一旁的摄影师发现行李舱的地板上有着一道裂痕，康纳认为这部分在垫子下面，将其重新焊接一下就可以了，不准备重新更换一块板面。这不得不说，康纳的手艺还是很不错的，修复好的地板就像没有过裂痕一样，看起来非常的完美。接着康纳就开始处理右侧的板面了，他只需要对表面进行打磨，然后再给上面涂抹上专用胶，接着用拉铆枪将其固定好就可以了。你别小看了这个铆钉，这都是保时捷推荐用的，一个铆钉的价格都价值1美元，就这样咔嗒咔嗒的不一会几十美元就没了。不过这还没有完，上面还有上百个孔需要处理呢。等这些都被处理好后，第一次的预装就可以开始了。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能看得出来安装完成后缝隙是否合适，如果不合适就可以提前处理。这次的预装康纳也找到问题所在，他不仅为引擎盖重新订购了铰链，还重新购买了右侧的翼子板。再次重新预装后，效果一下就体现了出来，每一个缝隙都相当的完美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处理车身上的划痕了，不过在这之前还得处理一下之前钣金的后续工作。
要将钣金之间的缝隙都涂抹上专用的胶，这样能防止漏水。而在等待干燥的同时，康纳又开始处理车身上凹陷的地方。他用工具将凹陷的部位拉出来，这个工具是相当的好用。正所谓好把式不如家伙事苗，有一个好的工具能让修复时间大大的缩短。等这部分康纳处理好后，就把车子交给了喷漆师傅。师傅对车子进行了一番打磨，就给车子送进了喷漆房，然后用塑料布将车子不喷漆的地方盖住。接下来就可以喷漆了，喷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，让康纳也很是满意。接下来就是最后的组装阶段了，康纳将一块块套件都安装了上去。当康纳将车子的大灯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2012年款的保时捷911就修复完成了。康纳不仅给车子更换了新的风挡玻璃，还给车子更换了机油做了保养，并且还给车子做了一个大保健，这是康纳车厂赠送的项目。修复好的车子都会里里外外的惊喜。现在让我一起